他其实本身呢是一个脱口秀的艺人，这个顺序我有点搞不清楚了。年纪比较大一点，看不出来对吧？看不出来。就是我今天我要收集灵感的话，我就会去咖啡店偷听别人聊天，偷听别人讲话。你听到什么？我昨天偷听，就是我发现可能旁边的所有的捷运上的客人都在看我们，所以其实这个心情就是起起落落。有些喜剧新人他会想说啊，某某某讲的地狱梗好红好厉害，我想像他一样，可他可能就只有地狱没有梗，然后变成说有一个地狱在那边。对，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性平的活动找来的艺人。也有一些人是还没出柜的哦，你不要这样子，然后大家开始去找到人了解。是19岁就跟家里出柜，抠网络影片的时候又出柜一次，等于是我一层一层的出柜，像父母，然后像现场观众，对，像朋友，然后像可能媒体，出柜是一个走不完的路。你会后悔你当初的决定吗？身体的伤，痧会知道。我是慧君，我是你的刮痧治疗师，欢迎再次回到刮痧会客室。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个算是演艺界的朋友啊。那我当初在跟他认识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一起上了少年老师的紫微斗数，所以其实我们两个人呢，对于例如说像玄学方面，其实是有一些兴趣的。他其实本身呢是一个脱口秀的艺人。那在脱口秀的部分，近年来其实台湾是非常的盛行。他们到底身上会有哪一些职业伤害，或者是我们又可以透过刮痧来帮助他什么呢？那我们一起欢迎酸酸。好，老规矩，还没有订阅的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哦，那我们更有动力可以去传递更多刮痧相关的保健知识，也记得分享给你所有欠刮的朋友哦。欢迎酸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酸酸。身体的伤，痧会知道。我是你的喜剧被刮痧师，喜剧演员酸酸。被刮痧者。对。刚刚讲到说会有一些职业伤害，其实我们主要职业伤害不是显现在肉体，应该是显现在心灵。所以要怎么样刮出来要看你。我们还是可以刮一下心肺反射啦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看你的心到底是黑的还是充满着热血的。怎么刮痧讲得像照 X 光片一样？有一点肉眼超音波，因为我们是软组织。软组织是什么意思？硬的就是骨头啦，然后软的就是叫软组织。那脂肪算是软组织？哦，那我应该非常多软组织。我本身也有一些。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观众朋友讲一下我们的刮友们？各位刮友们好。对，要讲什么？如果你有看简少年老师跟慧君合作的影片的话，就会知道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大家可以回去翻一翻。但最早其实我们是在一个公益组织认识的，算是你跟少年算是我的学长姐啦。不是吧？是吗？就领袖100。我们应该是因为先少年认识，我们先一起上课，然后之后你才加入领袖100吧？哦，这个顺序我有点搞不清楚了。年纪比较大一点，看不出来对吧？看不出来，我们年纪有差。酸酸姐还是很厉害的，叫我姐我就尴尬了。1岁还是可以叫。其实我主要是在一些俱乐部演出，单口喜剧或是大家俗称脱口秀，就是一个演员，然后拿着一支麦克风在台上，直接跟观众分享他的故事或是观点，然后通过语言的艺术让观众觉得很开心，或者是一些讽刺社会现象啊、个人生活观察等等的综合。所以我们花非常多时间在写作、思考、观察，然后想太多。目前表现好，幕后辛酸无人知。就是有时候大家要知道，这个喜剧其实就是悲剧加上时间，所以我们要先发生一些悲剧，然后把它沉淀下来，变成我们表演的结果。所以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做《小丑》呢？是他的辛酸化作眼泪，呈现给你。哇，这老歌啊，听过都有年纪啊。没听过啊，但是可以的。我们这次有节目的来宾现场直接唱歌，哇，莫名其妙的。那你觉得，像刚刚我们提到说，生活里面要很多的感受，然后你才有办法成为一个喜剧演员，因为你要分享你的感知。就是我今天我要收集灵感的话，我就会去咖啡店偷听别人聊天或者是说可能观察路上的小事情，我都可以把它变成段子的一部分。咖啡店感觉起来还不错，因为如果是在医疗院所的话，通常都是非常悲剧，但有时候会很荒谬。就是例如说我们以前在医院，然后我们会跑就是病房被晒嘛，有一些人呢，他是哇恰零恰后，然后躺在那边，你会看得出来他是凶狠的，但你知道他旁边就只剩下他爸。哇，这听起来真的好伤心哦。其实是很伤心，但是你知道，它也是一种很荒谬的事情，代表说他平常他就那种气很小弟怎么样的那一种，而到最后他就是躺在那里。
他的身体跟他的灵魂就是有点不和谐。应该他整个人生可能都有一点不和谐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拍罗母堂行啊。对，真的。或者说，哇，我的那个很严重啊，医生赶快来，赶快来啊！然后看，哦，这个划破了，因为他得到破伤风之类的，或者小妞妞受伤了。哇，小妞妞这个应该好好顾啊。对，很重要啊。因为戴尾戒防小人，或者是挖鼻孔啊。我通常不是用小妞妞啦。哦，那我比较不想知道，那我可能都是用小妞妞。刚刚那样讲可能是大起大落、大悲，那我通常都是从小悲开始，变成小喜这样。处理题材的时候，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东西。偷听别人讲话，你听到什么？我昨天偷听。其实我前2天在做捷运的时候，有一件很尴尬的事情，就是我很专心的在听我的那个蓝牙耳机的音乐，对，我是一直没有发现我旁边的2位情侣已经开始进行前戏的部分。那个女生一直在往男生那边悄悄话，然后讲话很黏，因为我在那边本来在听耳机，对，我渐渐发现有个奇怪的事，我说不对，这不是歌，这是谁？我就忽然分心去听，然后才发现隔壁已经交缠在一起了。然后这时候我发现，可能旁边的所有的捷运上的客乘客都在看我们。乘客虽然对我是陌生的，但他们应该也察觉到我这个强烈的单身的气息。其实你比较像是那个喜剧本身的主角，会让我自己的尴尬充满了这整个画面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题材，我可以介绍你一个地方。我以为在介绍我个对象，真的太难过了。对象我可能比较难，因为我是已婚人士。哦，对，我们家女儿可能就太小。怎么会换跳到那边去？IKEA 这个居家摆设，仿佛真的是他家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也蛮喜欢在那边看戏的嘛，你。talk show 的演员呢？你觉得他是一个好职业吗？因为其实我们有私加 FB，私底下他就自己的私人盒就说，啊，我最近真的很穷啊，然后喝西北风啊。加我私人的 FB 都会看到我在靠腰，真的是不加也罢。所以你觉得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职业啊？就是我们的收入算是一直以来都不稳定。其实不只是喜剧演员，各方面的演员都是这样，一直在找工作，因为永远都是下一部戏、下一个活动、下一个表演，然后你寄出你的履历，他不一定选你，所以其实这个心情就是起起落落，落落落落落，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落寞的感觉。哦，那个真正的喜剧的那个角色，其实是你自己本身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有一点呢，就是我们的人生跟可能大部分比较稳定的上班族或是对工作来讲，的确是有一点差别。这也是一种心酸，对不对？这算是吧，所以可能也是某一部分，有些人会笑说我叫酸酸，是不是很？因为我很心酸。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为什么你还是这么的热爱这件事情？对于我来讲，如果我今天要创业，我要去传递我的价值，我还是要让我整个公司同事们是有薪水领的。那你如何坚持这件事情？我有时候会觉得这有点尴尬，是我算是一人企业，即便未来我的品牌足够重大，我超级红，我请了很多人来帮我，对，仍然是酸酸倒了，这公司就没了。你可能是蚂蚁，你要过冬，你要储蓄，你要为了你的同事同仁着想。那我可能是蟋蟀，我今天高歌很开心，红的时候很红，万一我倒了，或是我今天身体发生问题，那很可能这个艺人企业就不能运行下去。可是很多艺人其实后面会开公司的原因，应该也是因为这样吧？因为变成说我可能突然高收入，但是我必须要配一些比较低风险的部分，然后去成为我人生，就是如果要追求一个平稳，因为我们毕竟是动物，然后我们又是暖血动物，是哦，我们是暖血啊，我们不是冷血动物啊。不要再说喜剧演员是冷血动物，我们是有感情的，我们不是在随便嘲讽别人。他们其实大部分嘲讽自己为出发点会多一点点，都有啊，但是我们还是本着一颗善良的心，就一直在那边打免责声明。我很好奇，这是真的吗？talk show 的人，我就有时候看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好像会在对方伤口上面去撒盐，去创造一些话题性来凸显自己的幽默。这不一定，其实我们呈现的这风格，就好像拍电影也会有人拍暴力片、恐怖片，可是它其实背后还是传达了一个创作的美感跟价值。当然，这也还要看个人能力啊。有些喜剧新人，他会想说啊，某某某讲的地狱梗好红好厉害，我想像他一样，可他可能就只有地狱没有梗。那就是他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就不举例是谁，因为举了大家也不认识，所以就请大家多多加油，我也在努力哈。我之前有看他分享过，就是有关很多人进来都会去问你，就跟你取经，你好像有一个段子是来讲这件事情的，所以是真的很多人会跟你取经吗？以前会有一些人就是一进来就不好意思，酸酸姐，就是请问我刚刚表现的怎么样这样，然后我就心想说，我要讲你好还是讲你不好呢？就怕讲你好就被捧得很高，然后讲他不好的话，哪一天他红了，他说当年有个人看衰我。其实你也是蛮那个啊，就是未雨绸缪的、啊。你会想说，如果他红了，他会不会来找自己茬？对，我们这一行除了看实力，还要看运气啊。所以如果有一天刚好有一个人，他就是实力加运气，刚好被他碰到，他就很红。那如果那时候刚好我跟他讲了，他如果是不中听的，他会不会觉得说，我其实也没什么？目前台湾指标界
界应该就是伯恩。我觉得他也带动了这个产业界的发展，就是如果没有他的话，其实很多的 talk show 的演员可能不会被看到。的确有蛮多新人加入是因为他，是因为看到有希望，突然有一个职业，或者是 YouTuber， 就原来他也可以变成一个职业，而且这些人好像至少在台面上是过得不错的。至少在台面上，对，在台面下就算了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不管是 YouTuber、KOL 或者是喜剧演员也好，当然是把自己要呈现给观众那一面尽量呈现出来。那私底下的确有听说一些喜剧演员，或者包含我本人有遇过比较忧郁的打击。我当然是没有确诊为忧郁症，不过去年我的确经历了一段低潮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钱去看心理医生。突然讲到一个很冷的，幸好他没有跟你讲啊，你就是那个低潮，你要打开你的低潮。好，没事。我觉得术业有关专攻哦，会刮痧的人就是会刮痧。对，我还是不适合。伴侣盟的理事长我们有聊过，他说其实现在的同志其实他是有出柜的义务，因为现在毕竟台湾是一个合法的阶段，那要如何让许多人不恐同这件事情，就是要让你身边就是有出现这样子的人。就是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我身边就有同志朋友。但我自己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只要去搜寻一下看我出柜的段子，就知道我是19岁就跟家里出柜。可是那时候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叛逆，我是因为一场冲突，所以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。可是后来我在表演的时候，可能大部分都看外形判断，会觉得说，好像就是一个女同志，但我从来没有正面提过这件事。直到我在已经表演大概5、6年了吧，然后在一个专场是观众只买票来看我的一个场合，我才正式向观众出柜。那这样子问题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喜剧演员，我在剖析我的人生这件事情我不能藏，然后我也等到我的技术足够成熟，开了一个专场，只跟我买票的观众分享，所以我才这么做。可是做完之后有个问题啊，影片录下来了，我都要 po 网路。对不对？网络很多路人是不认识我，他 YouTube 被他推荐，然后想说这什么鬼，点进去一看还出柜，就开始骂我这样子。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要 po 网络影片的时候，我又经过一番挣扎，又出柜一次，等于是我一层一层的出柜。像父母，然后像现场观众，对，像朋友，然后像可能媒体。出柜是一个走不完的路。你会后悔你当初的决定吗？不会啊，但是而且我那个时候因为是刚好2017年，其实那个时候还在讨论那个同婚合法化，正在吵得很凶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时机点，那就这么做了。那当然后来也有因为这个身份受到一些邀请，比方说以前一些性别的活动可能会找我去，这件事情可能以前他找我去的时候比较暧昧，就是我去做一个表演，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性平的活动找来的艺人。也有一些人是还没出柜的哦，你不要这样子，然后大家开始去找到底是邀请谁。很多人是支持同志所以来，他不是同志，他支持同志。但有些人是还没出柜，但有些人是已经出柜，有这3种人。最近应该就是阿本吧，录一个 YouTube 频道，然后之后他就顺势的就去讲她男朋友，然后也有上新闻，就介绍他的感情生活。他感觉现在过得很好，我觉得这样很棒。超级赞！那我自己到现在这样子，我比较轻松。像我们的 YouTube 下面早期啊，他也会说，这到底是男是女啊？那你会回吗？我会尽可能的幽默的回应，虽然可能没有你幽默，我就会说，你这样子看起来应该是要刮眼睛。我觉得蛮幽默的。对，我就会觉得说，你任何问题，我们都会把它拆解成是身体的问题。眼睛是可以刮的哈。周围啊，把揪亲把揪饼啊，或者是说没有胡子，然后办事不牢这样。不好意思，他老了也不会有胡子呢。然后有关酸敏的部分，我觉得我之前去听就是 Ella 在讲，如果说今天你酸我会让你感觉到比较开心，那我本来我的工作就是演艺人员，我就是要服务大家，让大家感受到开心。那 OK， 你酸我，哇，那个格局就是正能量，对，所以他就 OK， 我接受 ，I take it。我看完他的时候，我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，那我是吗？我必须说我不是因为其实我有时候还是会去隐藏某一些留言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如果是很明显的歧视同志的留言啊，有时候底下会吵成一团，然后我其实会蛮担心说，假设今天有刚好状态比较低落的人想要来看看脱口秀影片，让他自己心情变好，他如果看到底下留言这么样子的话，就是地狱梗，然后变成说有一个地狱在那边。对，如果明显歧视，我其实会隐藏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垃圾留言。但是我也曾经问过一个大咖的 YouTuber， 那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？他说，其实那就是筛选机制啊，承受不了，那你就是被刷掉。然后就是这样子啊，因为我还是觉得我是创业者比较多，而不是创作者。但是我们拍 YouTube 就是我想要传递刮痧很好，用爱刮痧，透过刮痧去连接好的关系，然后身体健康。我相信身体健康的人内心会是善良的。
我也觉得，因为有时候真的睡不好的时候，整天脾气都会很暴躁。对，就像我们有遇到很多爸爸，他会很自责，他对待他小孩不好，他不是一个好的爸爸，可是其实是因为他可能就睡不着。有些人你说他是什么病，他不见得什么病啊，他就几天不好睡而已。你要直接压一个病名给他，有些人他会反弹，然后说哇我病啊。可是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做的防线就会是在你今天身体不太舒服，可是你又觉得你不是病，或是你真的就本身没有病，那你就可以来找我们。工商一下，我们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，然后还有嘉义，然后我们的高雄，然后还有台南，都是有据点。就是有高铁站就有，是不是？在苗栗跟彰化，西部有哦，对，今天还有基隆，然后还有花莲。好，所以讲了那么多，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身体的需求？希望刮痧可以帮我思绪变清晰，然后还有可能喉咙吧，就是讲话，这是可以刮的吗？就是脖子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脖子是可以刮的，所以你会很想要去帮助你的思考的清晰度，没错，然后跟你的喉咙的发音，然后可能我不知道手是不是可以刮，就是那个是可以啊，只是这块而已。啊，真的吗？刮通你的血税，一个畅行无阻的概念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就来刮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刮咯。你状态不好，不是你的脑袋或者是你的创意点子不够多，是的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发生过那些事情的话，那你就不会有这些沙土。身体的伤跟心理的伤都会有，都会有，它两个的沙会长得不一样哦。你有发现你现在的规矩会阻碍你去追求一些人生的道路的话，我会建议你刮的地方是你的耳朵太硬的人，他会筛选机制会太多。就是只要讲话听不进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君。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，你很好奇你自己的沙图如何，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，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，我来学刮痧，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，一起刮痧护家，用爱刮痧哦。